京都可以看的地方簡直是太多了，而且個個都是聞名遐邇。當初選京都作為遊日本的第一站，就是因為想看看1000年前的洛陽究竟是長什麼樣。今天就跟着我來遊一日京都吧。大家看到對面是一個唱卡拉 OK 的，一切都是和想象的一樣，非常可愛。看到嗎？門口還有那個小貓的。然後今天是我來日本的第一天，真的這個街道是非常的乾淨。現在坐車去那個鳥居那邊比較遠，我準備把遠一點的先玩掉，然後看一下。我大概是住在古城的裡面附近，也不算裡面，附近。然後在這條河的旁邊，哇，這邊遊客非常多，比台灣來說要多很多，就那個國際遊客。其實京都最早是一城分兩半，右京長安與左京洛陽。因為當時規劃出現了一個地理失誤，右側的長安由於地勢低洼，容易積水，導致居民紛紛外遷，最終半座城徹底荒廢，變成了農田。而東側左京地勢較高且水源充足，因此日益繁榮，最終幸存並發展成今日的京都。京都地鐵起步價為220日元，超過15公里，最高可達360日元。這裡還可以買地鐵一日券800日元，如果一天內搭乘4次以上，就值回票價了。在地鐵上，大家都捧着包，不佔多餘位置，這個行為真的值得稱讚。看這邊660。哎，這個還可以退稅嗎？哎，怎麼有中文？這邊好像很多都像什麼廣播啊，都會有中文。現在才早上10點，就開始賣這個夜市的小吃，就非常多。我靠，這邊應該是。遊客眾多，所以24小時都在賣小籠包。哇，這個小籠包感覺還不錯，600塊4個。伏見稻荷大社是日本全國各地約3萬所稻荷神社的總本宮，也是京都最古老、最著名的神道教神社之一。大社主要供奉稻荷大神，主管農業豐收、商業繁榮和闔家平安。不得不說，這裡的遊客真的太多，所以大家能趕早的就趕早來。在稻荷信仰中，狐狸被視為神明的使者，他們嘴裡通常會叼着穀穗、寶珠或倉庫鑰匙，象徵着財富與豐收。狐狸，我這邊很喜歡狐狸。這邊都在拜的，我猜應該都是本地人。祈禱深入，書記入所，應該是要填什麼表，看看填什麼表。祈禱深達書，時間、住宿、出生年月，應該填完以後，應該是交去那邊，應該是這樣。他們寫2000日元。應該就是求好以後往這邊掛，我猜。看到嗎？家內安全，東明換工作順利。哦，這個是中文。歲歲無憂 ，Heal Mom， 祝媽媽好運。從本殿後方延伸至整座稻荷山，沿途排列着數千座由信眾和企業奉納的朱紅色鳥居，綿延數公里，形成了一條震撼的紅色隧道。這裡就是京都最經典的打卡地標千本鳥居。大家不要急着在前面拍照，
往裡面走個20分鐘，就基本上可以找到很多沒人的地方。哦，sorry。我发现这邊坐車真的是好複雜，我要自己看的話，真的是要看死了。我都是根據那個谷歌地圖，然後他告訴我走哪條線，非常複雜，而且日語裡面加一點中文，我剛開始會以為會有幫助，然後看久了我會發現很煩，因為你了解一點點，但是你又不全部了解是什麼意思。這邊有這種溫的咖啡，太好了，這是塑料瓶都有溫的。而且我發現這邊超市有賣這種，這是直接吃的嗎？看到嗎？這種應該是可以直接吃的，是炭火的，這個挺酷的，可以直接吃。這邊是黃色雜誌，原來都是動漫。然後這邊有复印機，這個我不知道是，這個好像是賣什麼票的，這邊沒有英文。這邊賣香蕉是一根一根賣的。這個咖啡機旁邊有這兩個是免費供應熱水的，這個我不太確定是什麼。這個好像是手繪的，而且賣的價錢不貴，我剛剛算了一下，很好看。這個是日本最有特色的。又發現一個日本和台灣很像的地方，就是走半天沒有看到垃圾桶。我就是手上一直在拿這個垃圾，拿很久。真的是沒有看到垃圾桶，除非是你要去火車站或者是商店裡面才有。哦，那邊有一個商店開了，這邊有一個商店。這是什麼？對，哦，這邊還特意寫，這不是垃圾桶。這邊應該是租和服的。我發現這邊租衣服的也是，自動進去，然後自動挑選租衣服，這個也太方便了。看到裡面都是照相。攝影套餐，然後1500，然後都是裡面自己挑，我沒有看到售貨員，這個也真的是只有日本才能有。天龍寺是京都巒山地區最核心、最重要的世界文化遺產禪寺，它始建於1339年南北朝時期，由室町幕府初代將軍足利尊氏出資建造。天龍寺在極盛時期規模是現在的10倍，位居名震天下的京都五山之首，代表了日本禪宗文化的最高地位。為什麼這旁邊的寺廟沒有人進來？這旁邊一個人都沒有，非常漂亮。天龍寺雖然在歷史上遭遇了8次火災，導致大部分建築為後世重建，但其庭院卻奇蹟般地躲過了一劫，完美保留了近700年前的模樣。後來發現京都很多寺廟都只收現金，因為沒帶夠，所以就在旁邊的庭院逛了逛，也是非常漂亮。怪的，上面還寫這個世界文化遺產，世界文化遺產怎麼只收現金？還真挺奇怪的。看到吧？它這邊有3個，一個法堂，一個庭院，還有一個本堂加庭院，等於是一個景區分了3次收款。等於是從那個天龍寺裡面可以直接走進去竹林，但這邊如果你不買票的話，就要走到外面來，然後走過去應該也不遠，上面是寫5分鐘。
嵐山竹林是一條長約400米的小道，兩旁密密麻麻地矗立着參天的野公竹，竹子高聳入雲，幾乎遮天蔽日。因為太出名，所以都是人潮。我發現京都大部分景點都是人山人海，雖然很好看，但體驗感不佳。從竹林坐車去到了嵐山深處的愛宕念佛寺，這裡以遍布山坡、神態各異的1200尊羅漢石雕而聞名。這裡的公車非常少，我記得回程的時候等了將近1個小時。該寺院始建於8世紀，曾屢遭洪水和颱風破壞。在1980年代重建期間，當時的住持身兼佛像雕刻家的西村公朝大師發起了一項名為雕刻朝聖的活動，指導來自日本各地的普通參拜者和業餘愛好者親手雕刻石像，每個人都將自己的情感和個性注入石頭中，才造就了今天全日本絕無僅有的富有生活百態的石雕奇景。今天是周4，然後街上都冷冷清清的，沒什麼人。剛取了2萬塊，然後手續費是660，手續費不低哦。這邊這家叫新福來，我發現我在油管上看到的餐廳都是需要現金付的。這家剛排了很久的隊。我已經排了大概半個小時多，但是它這邊價格還算挺合理的。我感覺它這邊是主打醬油，我看見那個炒飯的時候，他也說醬油炒飯。然後這個麵的話，應該是屬於芥麥麵，雖然有點鹹，但是它的湯頭還是非常鮮的。然後它這個肉，也是有一點。這個肉也是非常好吃。我發現這邊可能很多麵店的不同，就是因為它湯頭的不同。我是有聽說，在日本，等於是大家吃麵的話都會嗦麵，然後真的是聽到這邊，旁邊人都是一直在嗦麵。我想買一個這個有 IH 功能的。我本來想在日本買一個帶 IH 高壓功能的電飯煲，因為電壓不同，所以要買國際版的。然後國際版的款式太少，而且價格比他們國內版的要高出一大截。後來上網查，好像日本的牌子像象印和虎牌，煮飯的時間都太久，沒有韓國的那個 Cooko 煮得快，所以這次也就作罷。有誰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日本電飯煲好用嗎？我住的地方呢是在這個3條車站這邊上，叫下丸屋町，那個地方還挺方便的。我覺得京都說實話住宿的選擇有很多，而且除了它那個房間比較小以外，我覺得價格還都是很合理的。除非是你住很貴的，會有很大的房子。這邊是燒烤我都想吃，因為我在泰國吃燒烤吃的嘴巴起泡起了好幾天。這個碗我非常喜歡，因為我非常喜歡金魚這一類的。好，大家出來以後都要往回拜2下。我發現這有點不好的是，它這邊和京都火車站是一樣的，它這個不是室內的，所以你冬天來逛還挺冷的。它這個旁邊。看到嗎？都是通風的，可以通出去的，看到嗎？這個就比較好看一點的，就是要貴一點，確實非常好看。但是這個買回家掛牆上，每一個都覺得比較恐怖，還只有這個小狐狸比較不恐怖一點。看中了這個，覺得挺日本的，這個是8000，這個還不錯。這麼小的是要12000。這個扭蛋我在台灣已經覺得他們那邊很多了，然後誰知道他這邊日本這邊更多，
這個應該是叫扭蛋吧。這邊整個就是一個，這個扭蛋我還沒有玩過。這裡面应該是小禮物的那種，2500、3300，非常好看。這個是5700，非常漂亮，真的是你在其他地方買不到的。可以推薦大家來這邊逛一下。這個是要165000。這家店叫夏野 Natsuuna， 非常推薦大家来。這裡面有很多很漂亮的精品。剛剛買的一些小零食，這個是堅果是498，泡芙是220，然後牛奶是1升的是多少錢呢？258，還有一個麵包198。今天走得我累死了。這個麵包非常好吃，裡面是那種紅茶的醬，看到嗎？和紅茶。雖然說大部分景點都太多人，體驗感打折，但好在日本是我去過的公民素質最高的國家，一切都井然有序，遊客也大多很文明，而且真的是美食遍地。另外，我覺得這裡的商業化與古蹟保存之間的平衡拿捏的也恰到好處。好了，感謝您的收看，明天還要去遊一日京都。